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订阅我的频道，读懂 K 线背后的秘密。今天是北京时间2022年8月3日下午的15点46分，在这里呢为大家解读比特币的行情。首先呢，昨天金融市场受到裴洛西出访台北它的一个影响裴洛西呢，它是整个金融市场的一个搅屎棍。受它的影响呢，道琼斯工业指数、上证指数，包括比特币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回落。其中，道琼斯工业指数在120日均线附近发生回落昨天晚上出现了第一根阴线。那上证指数呢，已经连续2个交易日出现了下跌。但比特币的行情，我们认为是一个趋于稳定的行情，因为在结构上我们观察到了比特币在4小时结构上一直处在一个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的一个反弹通道当中。昨天虽然受到裴洛西出访台湾的一个事件的影响，但在裴洛西落地之后，我们看到了比特币包括以太坊包括 ETC 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反弹，并且在现在这个时间点，我们看到当前的一个结构正出现了一个稳定结构。这个稳定结构呢，是由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构成的一个收敛三角形，它的一个稳定。那在比特币4小时级别稳定的结构下呢，我认为它的这个形态它的这个反弹的形态会继续延续下去。同时呢，我们观察到周线级别上，比特币正处在一个第3轮下跌的一个周期。第3轮下跌的一个什么位置呢？我们认为这个位置是第1轮周线级别下跌的一个下跌吸油，这个位置呢是第2波周线级别的下跌吸油。那当前位置处在第3轮周线级别下跌吸油的一个8界阴线的势力范围。在这个势力范围当中，我们观察到了比特币出现了一个17605的低点，低点出现之后，在7、8月份出现了一个连续的反弹日线级别上的一个连续的反弹。那么当前的日线级别反弹，我认为反弹的时间周期它仅仅是一个日线级别的沙僧位，还没有走出一个日线级别的唐僧阳线。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认为比特币还容易到达这个27500美金到达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呢是波峰连线是它下跌过程当中震荡的波峰连线波峰连线连接过来之后形成的一个压力位。同时呢，27500到3万美金这个区间呢，才是日线级别反弹过程当中的一个目标位。那么当前的结构它正处在一个底部的反弹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了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已经走出来了，这个结构呢，我们看到了一个焦点，但在这个焦点之前这个距离焦点很远的这个位置上，它的结构依然容易运行依然容易保持一个运行的状态。这样呢，我们就对日线级别反弹就有了这样的一个预期。这个预期呢，就是27500到3万美金这个区间。同时呢，通过这一轮的反弹呢，对下跌过程当中形成的筹码空白区形成的筹码空缺区进行了一个完整的回补。在这个完整回补之后呢，同时行情会连续的震荡，连续震荡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对2万美金这个底部平台不断的进行测试。这个测试的时间会比较久，也就是说7、8、9、10月份是形成这个底部平台，我们看似底部平台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的时间。那这个形成的过程我们可以看一下18年和14年的行情14、15和17、18这个行情当中，第一波下跌大概率都是下跌70%。那这轮下跌呢，比特币下跌了75%， 17605这个位置是超跌了，跌幅达到了75%上轮2轮行情都是70%。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认为比特币反弹它的反弹会有一定的延续性同时呢，如果一旦在10月份形成平台之后，这个平台是一定会跌破的。为什么说一定会跌破呢？因为前2轮熊市比特币都是存在了一个跌幅70%的平台之后，然后快速下杀。最终呢，比特币在每轮熊市的跌幅都达到了85%。
那这轮行情比特币如果跌幅达到85%的话，它的目标点位是在10500附近，也就是说如果比特币到达15000美金以下，就是我们可以缓慢布局抄底的一个点位。那么这个时间点呢，我认为是在10到12月份这2个月这个低点就会很快出现。那么在当前的行情当中呢，我认为行情当中它正处在一个阶段性反弹的一个过程当中，所以呢这一段时间耐心持有现货和低倍的多头是可以的是可以的。那么耐心等待什么样的位置呢？我认为是在27500到30000美金这个区间就反弹到位了因为这个区间上我们观察到一个是筹码密集区的这个位置上，也就是这个白色线的位置，波峰连线连接过来之后到达了出现了一个压力位，这个压力位是在27500。同时呢，我们看了这里面有2个均线，这2个均线非常有用一个是100日均线，一个是133日均线。这2个均线呢正在不断的下来，走下来之后呢，当前的这个位置是在30000美金，逐渐走下来之后也会不断的接近28000到27500这个位置。所以呢，在当前的结构当中反弹当前的反弹过程当中呢，上方还有空间。同时呢，根据我们西游战法K 线西游战法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的这个原理，日线级别的反弹仅仅走到了一个杀僧位的这个位置上，杀僧不被杀死这种情况下呢，行情就有出现唐僧阳线的可能性所以虽然外围市场都在一个下跌的过程当中包括道琼斯工业指数和上证指数都出现了下跌，但是比特币在当前行情当中，它的一个坚挺的走势，它的一个在结构当中的走势，让多头仍然有这个空间仍然有这个反弹的空间。但是呢，行情从去年12月份开始，我一直强调的是行情一直处在一个熊市的结构当中，所以呢，博反弹是一定要设置一个止损一定要设置一个止损。大的趋势呢仍然是下跌趋势，但是阶段性的反弹目前正处在一个阶段性的反弹当中，多头呢要小心谨慎，空头呢要准备等待它到达这个阻力位附近之后再开始布局。所以呢，在这个8月份、9月份、10月份是非常多的震荡，非常多的不稳定的情况下，一定要什么呢？一定要坚持自己的方向。在行情当中，我不断的提到了，行情当中只有3点。第一点呢是方向，第二点呢方向呢也就是趋势，第二点呢是你布局的位置，第三点呢是你控制你自己的仓位。无论多空都要对自己的方向有一定的坚持，并且在坚持的条件下你是要有一定的止损的。这个止损是必须要设的是必须要设置的。那止损呢就是你的底线，如果一个人呢没有底线的话，就会不断的堕落。比如说这次彭佩西访台湾出访台湾，我们如果没有底线的话，放任他这种行为的话，那么美国谁都可以来台湾胡搞。但是呢，台湾是我们祖国的领土的一部分所以呢，我们一定要亮出自己的实力，亮出自己的肌肉，展示我们的底线他的这种行为呢，我们是一定要有底线的，一定要打击他的，一定要展示我们力量的那在行情当中呢，我们也要有自己的底线。我们的底线，多空方向上的底线，就是一定要在进场的同时一定要设置止损。然后呢，我们看以太坊以太坊在日线级别上是强势于比特币的。这种强势呢，我们观察到以太坊已经成功走出了一轮什么呢？日线级别的反弹西游它和比特币同样的是在周线级别上出现了周线级别第3轮的下跌西游，但是在反弹过程当中，日线级别它走出了一轮日线级别的反弹西游，但是比特币没有走出。同时呢，我们在这个以太坊这里观察到了前面的结构呢，对后面的行情的发展构成了一个阻力线。这个阻力线呢，我们看到了
波谷连线连接过来之后，在$1750附近构成了当前的一个阻力位。但是呢，我们依然在这轮行情当中，在这2天的行情当中看到了以太坊的强势。它甚至没有回落到波峰连线形成的支撑位，也就是$1450没有到达这里就开始出现了反弹。那么在这里呢，在日线级别反弹细游出现之后，并且行情能够得到坚挺的情况下并且它有不断的利好出现的情况下呢，我认为以太坊更容易出现一轮什么呢？周线级别的反弹细游。那么周线级别反弹细游的目标位呢，我认为是$1900到$2000附近在这个位置上呢是可以布局空单的。同时呢，这个位置呢是我们画出了一个波峰连线一个弧形的一个压力位，这个弧形压力位在这轮行情当中起到了什么呢？关键的作用到达弧形顶之后，也就是$4077之后发生了下跌，那它的反弹过程当中压力位在哪呢？就在$2000这个整数关口附近。那么现在这轮行情它出现了日线级别的反弹，它正在走什么？正在走周线级别的反弹。这个周线级别反弹呢，我认为它处在一个沙僧位的这个位置上，周线级别的沙僧位。沙僧位呢，代表了我们的人生多震荡。在这个震荡完成之后，我认为如果出现周线级别反弹，它的目标位将要达到$2000，同时$2000到$1900这个区间呢，是可以开始缓慢布局空单的一个时间点。所以呢，多空两个方向上要注意你的位置多空都可以在行情当中赚钱，特别是在震荡行情当中，但是多空一定要控制自己的仓位，做出自己的止损这个止损位呢，我们看一下日线止损位在当前的行情当中，我认为你要设置一个止损位，最好设置在它的底边线的这个位置上。这个底边线呢是由波峰连线连接过来这个位置呢是在$1450附近，低倍杠杆让自己有更多的冗余让自己有更多的矿量，有这个矿量的情况下呢，你更容易有更好的心态，在控制仓位的情况下赚到行情当中带给你的利润。那么今天呢 APE 出现了一个快速的上涨，我们看到了它的上涨幅度最大幅度已经达到了140%这个幅度呢不算太多，因为以太坊几乎在$880到这个1600、1700这个附近已经翻倍了。但是呢 APE 它是板块轮动板块轮动轮到它了，我们观察到它出现了一个新高，这个新高出现之后呢，很容易在这种行情下把它推高一个高点，证明呢 APE 的走强呢，证明行情当中板块轮动到了什么呢？轮动到了游戏和数藏板块游戏和 NFT 板块这个板块呢是我们在最近一段行情当中在这个公开频道当中我们提到了GMT、APE 这种之前受到资金关注的板块，目前出现了一个强势于比特币、强势于以太坊，甚至强势于之前暴涨的 ETC 的这种行情它开始出现了一个领涨。所以呢，在行情当中我们要观察这种领涨币种这种领涨币种是我们在反弹过程当中要注意到的虽然呢我们看 K 线是在走平的这段行情走平，但是它出现了新高，这个新高呢是比特币和 ETC 和以太坊没有的，所以呢目前我可以认为它是一个领涨币种。在行情当中呢，一定要抓这种领涨币种，像前2天 ARFIL 这种存储板块出现了领涨之后呢，板块出现了轮动轮动的过程当中，我们就看到了 APE 它正在一个领涨的一个过程当中。那么当然了，行情当中还有一些没有出现表现的一些币种像 SOL 这种，像 NEAR 还没有出现表现，那我们耐心等待它出现表现之后再进行关注同时呢，我们看到了行情当中之前强势上涨的像 FLOP 这种还处在一个回调当中如果你有这些之前的强势币种的话，
那需要一个耐心持有啊，不要轻易换仓，因为你来回换仓会造成很多机会的损失。所以呢，你如果没有仓位的话，你关注一下这个强势的币种啊，刚刚启动的一个强势的币种。如果你有之前的强势币种的话，有之前获利的币种的话啊，你在高位减仓之后啊，要耐心持有这些筹码，因为只有反弹行情当中，你只有持币，你才能获得后面行情带给你的利润。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然后呢，我的这本 K 线西游战法啊，已经可以在淘宝、拼多多还有抖音上啊，可以在这里买到了啊。在这些平台上搜索 K 线西游战法，即可以找到我的这本书。我的这本书呢，分为3个部分。第一部分西游战法，就是把 K 线简单化、拟人化。第二部分4象战法，通过4象战法，你可以在行情当中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啊，进场多头或者空头的一个位置。那第3部分是八卦战法。八卦战法呢，讲的是一个查阅的功能啊，因为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八卦嘛，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嘛。八卦是 K 线最根本的一个东西啊。日本九田战法里面就提到了一个卦线这个词，卦呢是上面一个四字头，底下一个八卦的卦。但是90年代传到美国之后，音译错误啊，叫成了 K 线。最根本的东西它是八卦。那我的这本 K 线西游战法第3部分就讲了这个八卦和 K 线的一个结合。那么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观看。同时呢，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加入我的 Telegram 群或者 VIP 群。感谢大家，再见。